大家好，我是霍子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你今天戴什么表呢？今天我又来到高雄港都春天钟表，要带大家认识一只越戴越顺手、越看越有味道的野外运动表，来自汉密尔顿的卡奇菲尔系列全新推出的卡奇菲尔 Expedition 探险版本。如果你也像我一样，平常喜欢到户外走走，假日爬爬山，或者就3、5好友一起全家去露营，那这款卡奇菲尔 Expedition 就是专为这群户外爱好者量身打造的。带着它就能感觉到随时准备出发。汉密尔顿在传统的卡奇菲尔的基础上，加入了更多真正在野外可能派得上用场的设计，像是旋入式表冠、100米防水、双向旋转的指南针表圈，还搭载了汉密尔顿自家的 H10 自动上链机芯，具备长达80小时的动力储存。你可能会问，这样的升级是噱头还是真的有感？值不值得多花几千元从一般的卡奇野战换成探险版？今天我会从外观细节、佩戴感受、机芯分析，到我个人的观察与感想，带你了解这款黑面钢带版本的卡奇菲尔 Expedition 到底值不值得入手。开始介绍手表前，依照惯例邀请你订阅 HOS 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认识更多值得细品的腕表。也欢迎在留言区与我们互动，分享你的想法。感谢你的支持。我们先来看看规格的部分。表壳材质由不锈钢制成，表壳是11毫米，表耳到表耳是 18.6 毫米，厚度刚好 11.6 毫米，表带宽度20毫米，全链接重量168公克。我手上这款是黑色面盘钢带的版本，第一眼给我的是一种低调内敛却又准备好迎接挑战的感觉。这种雾面黑不是那种会反光亮晶晶的黑，而是偏工具导向的颗粒雾面处理，在强烈光源下依旧清晰不刺眼，就像你最熟悉的那件登山外套，耐脏、防水、抗风，穿上就安心。没有华丽设计，却每次出发时都会带着它。阿拉伯数字时表采用白色印刷，搭配外圈的分钟刻度环，整体资讯一目了然。不同的是，这次舍弃了传统的卡奇菲尔系列那组13到24小时的军用内圈，换来的是更纯粹、更通透的可读性。整个盘面看起来也更加简洁利落，也少了一点战术感，多了一点探索感。小时标记和外部秒针轨道和2行文字，尽管字体感觉有些矮胖，但是它很干净，易于阅读。指针的部分也做了明显的调整，时针是一个宽大的箭头形状，搭配像高楼大厦一样利落的分针，造型明确，辨识度很高。这样的配置除了在日常阅读上非常清晰，在实际野外使用指南针功能时，也能准确的对准方位。时针、分针与秒针的中央都有大面积覆盖 Superluminova 夜光涂料，夜光涂料呈现棕黄色，而在黑暗的环境下就能发出绿色光芒，非常明亮。而遗憾的是，数字时标上没有夜光，虽然仅在数字外缘的长条点缀夜光涂点，但整体夜光效果依然够用，能够在星空下来辨识时间。还有一点小亮点是这片蓝宝石水晶镜面，在镜面的内侧有反光镀膜，在户外使用阳光照射下不会出现白茫茫的反光，盘面还是清晰可见。这对户外表来说是一个非常贴心的细节。这片黑色面盘搭配大字体，清晰的标记与夜光配置，就是为了强调实用性质上的这个导向。我很喜欢这种盘面色系所呈现出来的平衡感，它不像飞行表那样的密密麻麻，也不像军表那样的刚硬，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，不会过于抢戏，却在你需要的时候总是可靠的出现在你的跟前，指引方向。整体表格是全雾面的拉丝不锈钢，没有任何浮刮的高抛光面。这种表面处理让它在户外使用时不容易沾指纹，也不会过度反光，设计简洁而不简单，看起来就是任劳任怨的工具感。而最让我惊喜的是表耳的设计。我一直觉得卡奇菲尔系列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其偏长的表耳在佩戴时不贴手，但是这次 Expedition 改得非常成功，表耳变短且下弯的角度也很柔和，实际戴起来应该会更服帖于手腕上。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那新增功能的指南针了，双向旋转的指南针表圈格数60格，它不像潜水表那样有粗犷的计时刻度，
而是在四项方位搭配度数标示，视觉上让整只表看起来多了一层探险感，而且操作起来有阻尼感明确，手感厚实，转动时还有清晰的咔嗒声。指南针表圈的拉钢丝与表壳无缝连接，如果想要使用它就会在那里，如果不使用它，它又会融入于壳体中。我是一定每天都不会用它来辨别方向，但当我知道它具备这种功能时，就像一个象征性的仪式，好像心里已经准备好去探索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。接下来看看表冠，这是一颗放大的旋入式表冠，带有深刻齿痕，抓握力很好。现在越来越多运动表开始做隐藏表冠或者是微型表冠，虽然服帖，但手感反而不好。而这个表冠粗、扎实、有阻尼感，我相信戴着手套也能操作顺利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不只是装饰，这个旋入式表冠直接让这只表具备100米的防水性能，就算是下雨、溯溪、露营，也不怕水汽进入。我很喜欢表冠顶端经过抛光的 H logo， 这种小细节让整只表的精致度再往上推一层。再来就是这条链带，这条链带采用了全拉丝的设计，终端链结有一点斜角倒边，光影会在转动时产生流动感。表扣采用的是双按压折叠扣设计，安全性高，操作顺手。微调段数有3格，对我这种松一点紧一点很敏感的人，可以快速的调整至合适的长度。接下来看看底盖的部分，这次不是封闭式的底盖，而是采用了透背的设计，能够看到里面搭载的 H10 自动上链机芯。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平衡点，因为这表款本身是野外定位，但它又没有放弃欣赏机械之美的这一块。底盖上还可以有系列资讯与防水等级，整体干净利落，没有过度装饰。摆轮运作时节奏稳定，声音也不大，给人的感觉就是安静却强壮。如果你稍微对机械表有研究的话，应该就会知道这颗 H10 机芯其实就是 ITA C07611的变体，而 ITA 又是史瓦曲集团旗下专门制造机芯的公司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汉密尔顿、美度、天梭有一个非常稳定、技术非常成熟的机芯供应来源。那这颗 H10 有什么特别的呢？其一就是拥有80小时的动力储存，上看80小时等于周五晚上把表摘下，周一早上还能直接带上继续走，不用再担心周末换表重带就要重设时间。第二项重点就是搭载了黎巴控油丝，这是史瓦曲集团近年来最推广的一种抗磁油丝材质，在现今无所不在磁场影响下，黎巴控油丝对磁场的抵抗力更强，也更稳定。这一点在现代生活中非常的实用，尤其在透背的底盖下能够欣赏机芯运作。H10 的自动陀设计比较讲究，有刷纹、镂空与 logo 细节也算丰富。这表款有41和37毫米2种版本，有黑色、白色、蓝色3种盘面颜色。表带部分有钢带、皮带以及编织的 NATO 表带，总共16款搭配组合，官方定价32,500元到37,000元。表壳尺寸41毫米，表到表 48.6毫米，佩戴在我8英寸的望远上是很棒的尺寸。戴上手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尺寸真的刚刚好，搭配48.6毫米的表耳间距，戴起来稳重有分量，但不会过头，不会撑满，也刚好留出一点呼吸空间。而且整体雾面拉丝处理没有亮面钢那种刺眼的闪光，反而多了一种低调耐抗的粗犷感，不是那种张牙舞爪的硬派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可靠感。厚度也只有 11.6毫米，虽然是钢链配置，这重量戴起来却一点都不压手，穿长袖大外套都很顺，灵活程度可以说是日常首选。那如果你是手腕较细的朋友呢，其实我会蛮推荐去试试37毫米的版本，表耳距缩短到44毫米，厚度变得更薄，佩戴更轻盈。其实不止男生喜欢，我想很多女生或者复古表迷也会特别喜爱这一款。整体来说是11毫米给的是稳重和存在感，而37毫米则是一种收敛优雅的经典比例。这表款没有那种一眼惊艳的视觉冲击，但却越戴越顺手，越看越顺眼。从全雾面的壳体、简约的面盘排版，
使用的夜光，到那双向旋转的指南针表圈，都不是要秀给别人看的，而是真心为准备好要带出门的人。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只实用、耐看、CP 值高的瑞士表，这款汉密尔顿卡吉 Phil Expedition 绝对值得放进口袋名单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贵，不怕刮，不怕水，穿什么风格都能搭，出门时不需多想。简单一句话，它不催你冒险，却总能在你准备出发的时候，静静地陪你走每一步。以上是对汉密尔顿卡吉 Phil Expedition 的介绍。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想法，也别忘了订阅厚实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腕表会在这里等你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是厚实，愿上帝祝福你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